1940年9月，德国空军对伦敦发动了代号为“闪电战”的大规模空袭，城市上空弥漫着浓烟和爆炸声，人们的心跳随着一枚又一枚炸弹的落下加速。与此同时，英国民众所依赖的不仅仅是防空洞和地下避难所，还有一个看似不起眼，但却在整个战时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庇护所——地铁。地铁作为伦敦市民的日常交通工具，却在二战期间转变为全市数百万市民的临时避难所。每当空袭警报响起，伦敦的街道上空荡无物，市民们纷纷涌入地铁站，寻找生命的庇护。几乎每晚，伦敦地铁成为了避难的港湾，成千上万的人群在这里栖息，避开炸弹的轰鸣。然而，地铁不仅仅提供了物理上的避难，它还为市民带来了心理上的安慰和稳定。这也正是伦敦地铁避难制度的独特之处。在一个战火纷飞的时代，这个庇护所不仅仅是一个躲避灾难的空间，更是社会情绪的缓冲器。地铁的避难制度能够有效地防止恐惧情绪的蔓延，稳定民众的心态，避免社会情绪的崩溃。战争对伦敦市民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空袭的持续性不仅是对物理安全的威胁，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压迫。战时的恐慌情绪时刻在伦敦市民的心中游荡，每一次警报响起，心跳便加速，仿佛死亡的威胁随时降临。这种高强度的压力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战时焦虑症，它是战争中的常见心理反应，也反映了人类在生死存亡边缘的极限承受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情绪的失控变得尤为危险。一旦恐惧情绪蔓延，社会秩序很容易崩溃。群体恐慌的传播速度远比单一事件的后果更为严重。即便是最坚强的人，在长期的心理压力下，也有可能陷入崩溃。因此，战时社会的稳定不仅仅依赖于物理上的防护，更依赖于心理上的疏导与平衡。当时的伦敦政府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因此采取了地铁避难制度。政府不仅为了保护市民的生命安全，也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可以缓解心理压力的场所。在地铁避难所里，市民们不仅可以避免空袭带来的生命威胁，还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通过彼此的陪伴、安慰和支持，减轻自己的恐惧感。地铁避难制度并非一开始就能够顺利实施，在最初，伦敦并没有明确的避难计划。空袭爆发时，许多人甚至找不到一个安全的避难场所，街头弥漫着混乱和恐慌。随后的几天里，伦敦市政府和地下铁路公司紧急组织了疏散行动，将大量市民引导进地铁站。地铁在伦敦的城市交通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布局覆盖了全市，站点多，线路长，具有天然的防护优势。地铁站处于地下，能够有效地阻挡空袭带来的炸弹、爆炸和毒气攻击。市民通过这些避难所避开了空中的危险，也避免了被炸弹击中的命运。然而，地铁避难制度的核心并不仅仅是防止身体上的伤害，它同样是在考虑到社会情绪的影响。地铁站成为了一个封闭的心理避难所，这里没有空袭警报的噪音，也没有街道上混乱的奔跑声。地铁内的灯光空间相对狭小，虽然感觉有些局促，但它却为市民提供了安全感。更为重要的是，地铁站内的市民并不孤单，他们都在同一处地下空间中相互陪伴、相互支持。在这些避难所中，伦敦市民的情感得到了有效的调节。人们在这里不再是孤立无援的个体，而是一个群体。群体的支持能够有效地缓解个体的孤独感与恐惧感，这在心理学中被称为群体归属感。地铁为市民提供了一个情感安全的港湾，在这个港湾中，每个人都可以暂时抛开内心的恐惧，得到短暂的心理休憩。我们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地铁避难制度的成功，正是因为它巧妙地运用了群体效应和集体心理学原理。在遭遇灾难时，个体的情感往往受到极大压抑，恐惧、无助、焦虑等负面情绪容易激发。然而，人类作为群体动物，在面对共同的威胁时，会不自觉地寻求集体的支持。这种本能的群体需求促使个体更愿意聚集在一起，共同度过困境。地铁避难制度通过大规模的群体聚集，成功地缓解了个体的孤独感，提升了集体的凝聚力。每个进入地铁的市民都能够感受到周围人的关怀和陪伴，
这种情感上的支持极大地降低了空袭带来的心理压力，尤其是家庭成员之间可以相互安慰，孩子在父母的怀抱中能够得到安抚。这种情感连接为市民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支持。从更深层次来说，群体的存在还能够通过集体认同来影响个体情绪的转变。在集体氛围的影响下，个体的情绪往往更加稳定，集体的正能量也会逐渐渗透到每个成员身上。地铁站成为了一个小型的社会，市民们不仅仅是依靠避难所的物理结构来获得保护，还通过彼此之间的互动，创造了一个更加安全的心理环境。这种群体效应也正是伦敦地铁避难制度能够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地铁的庇护下，市民们的恐慌情绪得到了有效缓解，城市社会的稳定性也得以维持。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儿童，无论是工人还是商人，大家在地铁中共同度过黑暗时光的经历，成了他们共同的记忆和情感纽带。这种共同度过危机的体验，不仅让伦敦市民在战时保持了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未来的重建和复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二战初期，伦敦空袭的频繁发生，使得市民的恐慌情绪蔓延。尽管英国政府尽力通过广播、告示等方式安抚民众，但面对空袭的猛烈冲击，人们的焦虑感和恐惧感越来越难以抑制。在这种环境下，伦敦市民所需的不仅是一个暂时避难的地方，更是一个能够帮助他们恢复心理平衡的安全空间。地铁原本是人们日常通勤的交通工具，却在这一特殊时期变成了一个具有深刻心理学意义的避难所。地铁的特殊之处不仅仅是它能够有效地避免炸弹的袭击，更在于它能够提供一种独特的心理安全感。在那时的伦敦，地铁站的地下环境为市民提供了避开空袭的物理空间，这样的空间本身带来了一种相对安全的感觉。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受到威胁时极度渴望获得物理上的屏障，尤其是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外部威胁时，能够拥有一个确定可靠的藏身之处，能极大地缓解人类的紧张情绪。地铁的地下特性提供了这种心理的庇护，远离了日常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与危险感。更重要的是，地铁站内的相对封闭环境创造了一个与外界隔离的安全泡泡，使得市民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当下的安全感上，而不是持续的空袭威胁。长期的空袭生活让伦敦人逐渐学会了如何将恐惧感与焦虑感隔离开来。地铁内，人们互相依偎，分享食物和水，谈论着生活中的琐事。这种群体间的互动减少了对恐惧的感知，使人们能够保持一种集体的冷静。这种情感的共同支持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而地铁避难制度的实施也并非一开始就能顺利开展。最初，伦敦的市民对于这一措施并不完全理解，很多人甚至在第一次警报响起时仍然表现出惊慌失措的状态。尽管有相关的指导和指令，但很多人仍未能立刻适应和响应。随着空袭的加剧和人们对于战争现实的逐渐适应，伦敦地铁的避难作用逐渐显现出来，市民也开始形成一种自动反应，一旦警报响起，立即前往地铁站避难。随着时间的推移，地铁逐渐成为了伦敦民众心中的避风港。这些地下空间不仅仅是为了躲避空袭而设立，它们也承担了更多的社会和情感职能。在这些封闭的空间内，市民们能够暂时摆脱外部世界的动荡与不安，在互相支持的氛围中找到归属感与稳定感。空袭带来的恐惧感渐渐被群体的力量所消解，人们学会了如何在紧张的环境中保持冷静，如何通过与他人相互交流和合作抵消外界带来的压力。更为深远的是，地铁的避难功能不止于缓解眼前的恐惧，它还帮助伦敦市民适应了战时生活的节奏与压力，形成了一种战时集体的心理认同感。人们在地铁避难所内获得了心理上的缓解，情绪得到了释放。这种集体认同感对于战争期间的社会心理稳定至关重要。战争往往是对社会结构和人心的重大考验，而地铁避难所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减少了情绪崩溃的风险。伦敦市民在避难所中经历了长时间的集体生活，彼此之间形成了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种集体心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人们在极度困难的时刻保持团结，
形成了稳定的社会基础。市民们在空袭下忍受的恐惧与痛苦，虽然无法完全消除，但通过地铁避难制度的支撑，他们能够以更加冷静的姿态面对挑战。这种社会凝聚力的增强，也使得伦敦在面对接下来的战争挑战时，能够更加从容不迫。除了心理支持，地铁还在物理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庇护所。战时的伦敦城市中经常发生轰炸，街道上的建筑物不断被炸毁，尤其是在空袭的初期，街头的混乱和伤亡让人感到无助和恐慌。地铁则成为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它不仅躲避了空袭的直接威胁，还减轻了街头战斗带来的心理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地铁站点的数量和设施的改善，使得更多的市民能够在短时间内找到避难所，确保了更大范围内市民的安全。地铁避难制度的关键在于它的普遍性和有效性，它并不是单一的防护措施，而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机制，涵盖了组织、交通、心理调节等多个方面。在战时，市民对安全感的需求远超物理保护，因此能够提供一个心理上的安全空间，对于城市的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伦敦的地铁作为战时社会应急机制的一个典型案例，展示了如何通过有效的管理和心理调节，防止社会情绪的崩溃，保障城市在战争中的秩序与稳定。地铁避难制度的成功，也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一个城市在极端情况下如何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通过政府的协调与市民的合作，伦敦地铁成功地承担起了社会情绪管理的责任。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避难所，它实际上是一个集体情感调节机制，在极端环境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伦敦市民的社会心理韧性在地铁避难制度的支持下得到了有效的提升。随着战争的深入，伦敦的地铁避难制度不仅仅在临时保护市民免受空袭的威胁上发挥作用，它更在长期的心理支持和社会稳定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持续不断的空袭和日复一日的紧张生活中，地铁逐渐转变为伦敦社会的情感支柱，它的作用也超出了原本的物理庇护范畴，成为了战时伦敦人群体心理与社会结构的核心部分。最初，市民们仅将地铁视为一个躲避炸弹的地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地铁所带来的群体效应和安全感逐渐显现。伦敦市民的情感和社会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在地铁中开始结识新的朋友，分享资源，互相安慰，甚至建立了临时的社区网络。地铁成为了人们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地方。它不仅仅是一个逃避战争的地方，更是一个集体记忆的载体。随着空袭的不断升级，伦敦的市民们也逐渐明白，除了战时的物理安全，如何维持内心的稳定，如何在绝望中找到一线希望，是他们更需要关注的东西。每次空袭之后，伦敦市民会在地铁里彼此交流，分享各自的生活故事、战时的趣事，甚至开始讨论如何度过接下来的时光。这些日常的互动虽然在战争的大背景下看似微不足道，但却在无形中为社会的情绪提供了缓解的途径。通过彼此之间的言语和行动的支持，市民们建立了一个由信任和共情支撑的社会网络。而这种群体情感的连结，正是伦敦地铁避难制度能够在战争环境中保持社会秩序和情绪稳定的关键。更值得注意的是，地铁避难制度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能够缓解恐慌的环境，更在于它为伦敦市民创造了一个可以暂时忘却战争、感受集体归属的空间。无论是刚从战场上归来的士兵，还是刚从商店里买到些许食物的平民，他们都在地铁站内找到了某种程度的情感慰藉。通过与陌生人并肩而坐，分享战时的故事和焦虑，市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了释放，恐慌情绪得到了缓解。尤其是在伦敦的地下避难所中，几乎每个市民都可以感受到一种来自群体的无声支持。人们之间的情感纽带，甚至在极端的环境中也变得更加紧密。这种情感的共鸣能够使得每个个体的负面情绪得到缓解，集体的力量通过每个个体得以扩展。这种群体的情感支持犹如一种心理屏障，能够有效抵御外部环境带来的情绪波动，确保社会在面对极端压力时能够维持理性和冷静。然而，地铁避难所并非无可挑剔。
在长期的空袭中，地铁站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虽然它为市民提供了基本的安全保障，但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很多市民在地铁内的生活并不如想象中那么舒适。空间的局促、卫生条件的恶劣、食物和水源的紧缺，这些问题都在地铁避难所的生活中存在。面对这些困难，伦敦的市民仍然保持着令人惊叹的坚韧和乐观。许多人通过互相帮助、共享有限的资源来化解日常生活中的不便。这种生活中的互助精神不仅仅帮助了他们在艰难时刻生存下来，也在社会层面上增强了集体的凝聚力。地铁内的这种集体生活与互助精神，实际上展现了在极端条件下社会的韧性。面对战争带来的巨大压力，伦敦市民并没有选择逃避，而是选择了彼此支持，共同度过。市民们的团结和协作成为了伦敦战时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这种在共同困境中的团结，使得伦敦社会避免了恐慌和绝望的蔓延，也让人们在恐惧中找到了希望，在绝望中找到了勇气。除了市民之间的互助，伦敦地铁的避难制度在另一个层面上也帮助了政府和社会组织更有效地管理战时的资源。由于市民的聚集，政府能够及时提供必要的物资补给和医疗帮助。医疗队和志愿者的组织也通过地铁站点迅速响应，确保了市民的基本医疗需求。这种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也进一步增强了市民对政府的信任，使得社会秩序得到了维持。地铁避难制度的成功也为未来的社会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通过有效的社会组织和应急管理，伦敦的市民在极端环境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性，避免了恐慌的蔓延和社会秩序的崩溃。伦敦地铁作为战时社会应急机制的一个典范，展示了群体效应和情感支持的重要性。这种机制不仅仅是一个物理避难所，更是一个情感缓冲区，为社会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支持和情绪稳定的力量。地铁避难制度在战时伦敦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实用的避难场所，更在于它为市民创造了一个能够共同面对困境、共同承担压力的空间。在这种空间里，市民们找到了归属感、安慰感和安全感，情感和信任的积累，最终转化为社会的稳定与生机。通过这种集体的力量，伦敦市民在战争的困境中不仅仅生存了下来，更在心理上保持了应对危机的韧性和智慧。伦敦地铁的避难制度不仅仅是对物理空间的利用，更是对人类情感和心理需求的深刻理解。它以一种简单而深远的方式，将集体的力量转化为心理的支持，帮助一个城市度过了战争的极限考验。对于今天我们面临的社会应急问题，伦敦地铁的成功提供了深刻的启示。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冲突，能够提供心理支持、集体安慰的社会机制，将是维持社会稳定和抵御危机的核心力量。伦敦地铁避难制度不仅仅在战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对伦敦市民的心理状态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在战后的几十年里，这一制度的影响仍然显现出来。战时的地铁避难所不只解决了物理安全问题，它所创造的心理安全感、集体归属感以及社交互助的网络，持续影响着伦敦战后社会的重建和恢复。二战期间的伦敦地铁避难制度，实际上为未来应急社会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参考。在二战结束后，伦敦和整个英国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建任务。战争摧毁了大量的基础设施，经济陷入衰退，人民生活贫困。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让伦敦人陷入绝望，反而通过战时建立的集体精神和心理韧性，伦敦市民逐渐克服了战后的困境。这其中，地铁避难制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地铁避难所所培养出的集体认同感，使得伦敦市民在战后恢复期间能够更加团结。大家在共同的空袭威胁面前彼此支持，积累了很多战时经验。这些经验不仅仅局限于如何应对空袭，更重要的是如何在极端情况下保持冷静，相互帮助。战时，市民们在地铁中度过了漫长的夜晚，彼此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战后，这种信任转化为社会重建的动力。市民们不仅仅关心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更加关注整个社会的恢复与稳定。
这种强烈的集体归属感使得伦敦能够在战后的重建中迅速恢复。其次，地铁避难制度还促进了社区与社会的协作。这种社会协作的精神在战后社会的重建中显得尤为重要。地铁站内的集体生活让伦敦市民感受到了社会的重要性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虽然战后生活充满了艰难和困苦，但人们并没有陷入孤立无援的绝望，而是选择了团结合作，每个人都尽自己的一份力，参与到社会重建中。社区间的相互扶持和帮助，让整个城市有了复苏的希望。在战后，许多市民依然能够在战争中建立的社交圈中互相支援，无论是物资的共享，还是心理的支持，这种战时形成的社交网络继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战时的集体避难经验也为战后社会的管理提供了参考。在战后的社会建设中，伦敦不仅仅要重建物质上的家园，更要重建人们的信任和心理状态。经过长期空袭的磨砺，伦敦市民在情感上变得更加坚韧，更加懂得如何在共同的困难中相互支持，如何将个人的命运与社会的命运紧密相连。伦敦的恢复不再只是单纯的物质恢复，它更是一场心理上的重建，是集体信任、群体协作和社会凝聚力的重建。而这一切都源自于地铁避难制度带来的心理支持和社会保障。地铁避难制度的遗产在战后不仅体现在伦敦市民的日常生活中，还影响了英国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思维方式。伦敦的地铁避难经验向政府和社会各界展示了在极端情况下如何通过有效的组织和协调来防止社会情绪崩溃，如何通过群体心理的调节来维持社会秩序。在战后的重建过程中，伦敦政府将这一经验与其他公共服务体系相结合，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社会应急管理体系。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地铁避难所提供的群体支持和情感庇护，帮助人们从空袭的阴影中恢复过来。战后的心理治疗和社会恢复项目中，集体治疗和社交支持的理念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这一时期，伦敦不仅专注于物质恢复，更加强了对战后创伤的心理恢复工作。地铁避难所通过提供共同空间和共享经历，为战后伦敦市民的心理恢复奠定了基础，帮助他们重新建立了对生活的信心。此外，地铁避难所带来的影响也逐步渗透到伦敦的文化和教育领域。战后伦敦的教育体系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社会心理学家也开始将战时经验作为研究的对象，深入探讨如何通过群体活动来调节个体情感，如何通过共同的危机经历来增强社会的凝聚力。这种集体主义精神深深扎根在伦敦的文化土壤中，成为了这座城市战后复兴的文化动力。然而，地铁避难制度带来的影响并不仅限于伦敦本身，它成为了全球其他城市在应对社会危机时的重要参考。在冷战时期，许多欧洲国家和城市开始借鉴伦敦的经验，构建自己的防空避难系统，保障市民在核战争或其他灾难中的生存。在这些国家和城市中，伦敦地铁避难所所展现的群体支持、情感庇护和社会秩序维持的模式，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方式。不仅如此，二战中的伦敦地铁避难制度还成为了现代灾难管理和心理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许多研究者通过对伦敦空袭期间地铁避难生活的研究，发现，在面对灾难和突发事件时，群体的集体行动、情感支持和相互信任的机制能够有效缓解个体的心理压力和社会不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今天我们应对灾难、战争和社会危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总的来说，伦敦地铁避难制度在二战期间的成功，不仅仅是物理安全的保障，它更是社会心理结构的调节器。通过有效的群体行为和情感支持，地铁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庇护所，让他们能够在最艰难的时刻保持冷静，互相支持，最终实现了社会秩序的维持。战后，地铁避难所带来的社会凝聚力和集体主义精神，成为了伦敦复兴的基础，也为全球其他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社会管理经验。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仅能够了解战争带来的影响，更能从中汲取出关于社会韧性、群体合作和情感支持的深刻启示。
地铁避难制度的成功不仅仅体现在短期的危机应对中，它在战后几十年里对伦敦市民的生活、社会结构和文化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从地铁这一避难空间的建立，到它如何逐步成为伦敦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伦敦的应急管理体系和社会重建逐步走向成熟。地铁不仅是暂时的安全保障，它还成为了伦敦社会韧性的象征。这一制度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也对全球灾难应急机制、社会恢复力及人类心理的理解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战争的结束，伦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建任务。城市的基础设施被炸毁，经济陷入萎靡，民众生活困顿。然而，伦敦市民依然保持着惊人的韧性。关键原因之一，正是战时地铁避难制度所带来的集体精神和群体支持。战时通过地铁避难所建立的社会联系和集体意识，为战后的社会重建提供了宝贵的社会资本。虽然物质上的重建是显而易见的，伦敦在战后的恢复显得并不那么快速，然而心理上的复原力和社会秩序的维持却得到了显著改善。战时地铁避难所所形成的集体认同感和社会支持机制，成为了伦敦恢复和再生的基础。这种情感的凝聚不仅帮助市民从心理上恢复过来，也为社会秩序的重建提供了稳定的支持。经历了空袭的冲击后，伦敦市民更加注重社区之间的合作、帮助与团结。在战后的日常生活中，市民们依然保留着战时的相互支持和互助精神。这场心理复兴成为了伦敦战后复兴的重要推动力。地铁站曾是战时生死存亡的空间，而在战后，它变成了伦敦文化的一部分。每当市民穿梭于这座地下城市时，脑海中便浮现出那个曾经抵御空袭的地下庇护所。这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已经在心理层面深深扎根，成为了市民情感支持的象征。地铁避难所对伦敦社会秩序的影响不仅限于物理和心理层面的直接作用，它还在更广泛的文化和价值观层面上产生了影响。随着战后时代的到来，伦敦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成为了社会的主旋律，而这一切源于战时地铁所营造的群体行为模式。伦敦市民的重建精神不仅体现在战后的社会协作上，也体现了他们对城市未来的积极塑造。在战时，市民通过集体行动和互助，克服了空袭带来的恐惧和灾难。这种精神延续到了战后，无论是在家庭、生活、职业选择，还是在社区建设中，伦敦市民都在尽力支持彼此，维持社会的稳定与秩序。这种基于集体认同感与社会协作的精神，成为了战后伦敦城市文化的基石。与此同时，伦敦政府逐步认识到，地铁避难所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短期的物理避难，更为重要的是，它塑造了伦敦市民面对危机时的心理韧性。战时的地铁避难所不仅仅帮助市民生存下来，它还在无形中培养了市民应对灾难逆境的能力。这种情感支持和社会韧性不仅使伦敦度过了战争的难关，也使其能够迅速恢复并迎接战后复兴的挑战。地铁作为伦敦市民最亲近的庇护所，它不仅在战争期间为市民提供了一个避难的空间，战后它更成为了伦敦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象征着战时团结与协作的精神。地铁站不再只是交通工具，它成为了伦敦社会复兴和文化认同的象征。伦敦地铁避难制度的成功，不仅对伦敦战后的社会重建产生了深远影响，它的经验也为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尽管二战结束后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通过对伦敦空袭期间的地铁避难制度的研究，全球各地都认识到，灾难管理不仅仅是物理避难所的搭建，更是对社会情感和集体心理的管理。例如，冷战时期，许多欧洲国家和美国在建设防空避难所时，都将伦敦地铁避难所的经验作为参考，建立了自己的地下避难所和应急管理体系。各国不仅在防空设施上进行投资，还加强了社会协作和情感疏导的机制，以应对可能的社会恐慌和集体情绪崩溃。这种集体心理的调节和支持机制，在灾后恢复、社区重建和社会秩序恢复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
地铁避难所的成功实施，还为后来的应急管理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地案例。现代灾难管理体系的许多理论和实践，如灾难时的资源调配、紧急响应、心理支持等，实际上都能从伦敦的地铁避难经验中找到启发。这种从地铁避难所中汲取的经验，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防护功能，成为全球社会应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冲突，能够为民众提供一个心理庇护所、提供群体支持的社会机制，将是灾难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伦敦地铁的历史经验，则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应对危机和灾难的重要智慧。二战期间，伦敦地铁避难制度的成功并非偶然，它展现了人类在极端情况下如何通过团结、信任和心理支持来应对生死存亡的挑战。在短期内，地铁为市民提供了物理上的庇护所。然而，真正让这一避难措施成为传奇的，是它所带来的集体情感支持和社会稳定作用。这种作用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物理意义，它为今天的灾难应急、社会恢复与公共管理提供了无价的经验。如今，世界各地的灾难管理者、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依然从伦敦空袭期间的地铁避难制度中汲取智慧。现代社会中的灾难不仅仅是对物理空间的考验，更是对人类社会情感与心理韧性的挑战。通过了解伦敦市民在极端条件下所展现出的情感支持机制，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在当前各种社会危机中，群体心理如何成为维护秩序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伦敦地铁不仅是战争时期的避难所，更成为了社会韧性、集体主义精神和情感支持的象征。在面对全球各种灾难时，心理疏导、情感支持和社区协作已经成为灾后恢复的必要组成部分。而这些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伦敦市民通过地铁所积累的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伦敦地铁避难制度所带来的影响逐渐被全球各地的应急管理专家所认可。在当今的灾难管理和社会恢复过程中，集体情感支持、群体心理调节、灾难后的社会心理恢复都成为了不可忽视的因素。伦敦地铁避难所的经验启示我们，在面对灾难、冲突和社会不安时，光靠物理保护是不够的。情感支持和集体力量可以在最困顿的时刻为个体提供信心，帮助社会从绝望中走出来。此外，伦敦地铁避难所的经验对今天的城市应急机制和社会组织也具有重要意义。在灾难发生时，城市不仅要依赖基础设施的恢复，更需要组织能够迅速有效地为灾民提供心理支持和情感安抚。在这一过程中，群体协作与情感支持网络成为了灾后恢复的基础。而地铁这一地下城市的成功，启发了全球许多城市在应急管理中的创新。在核战争、威胁和自然灾害的背景下，许多国家开始投入更多资源，建设地下避难所，特别是针对地震、洪水等灾难的应急避难所。这些设施不仅为灾民提供了基本的物理安全，更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安抚人心的庇护空间。地铁避难所所带来的心理支持和群体归属感，为现代心理学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素材。今天，许多灾难后的心理干预都借鉴了战时的经验，通过建立社会支持网络，提供情感安慰。灾后心理干预帮助人们克服创伤，缓解恐惧，进而为社会恢复提供了心理基础。在当前全球性的灾难，如自然灾害、疫情爆发，或是人为冲突引发的难民潮，都对心理支持和社会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急心理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逐步上升，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在灾难发生后的心理干预和情感支持。通过灾难中的社交互动与集体支持，人们的恐惧和焦虑得到了有效疏导，避免了大规模的社会崩溃。而这正是伦敦地铁避难所所展现出的社会功能的现代延伸。伦敦的经验不仅仅影响了英国，也对全球的应急管理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地铁避难所的成功说明，灾难管理不仅仅依赖硬件设施，心理管理、群体支持和社会情感的维护同样重要。在战后，全球许多国家都开始重视情感支持在灾难应急中的作用，逐渐完善应急响应中的心理健康服务。现代城市在面对灾难时，其社会的韧性至关重要。如何在危机中保持社会的稳定，
如何通过集体的力量维持社会秩序，已经成为全球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社会韧性的核心不只是物理设施的恢复，它更依赖于人们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依赖于社会成员如何在危机时刻相互支撑，共同承担责任。伦敦地铁避难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示范，证明了群体心理和情感支持在社会稳定中的重要性。城市不仅需要应急管理的物理设施，还需要建立应急管理中的心理支持机制，为市民提供一个心理上的庇护所。通过这种方式，城市在面临灾难时能够快速恢复，而不仅仅是从物质层面恢复。在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时，我们不应仅仅依赖先进的物理设施和技术手段。伦敦地铁避难所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灾难应急不仅仅是对物理环境的保护，它更是一种心理支持的传递。在未来的社会管理中，情感支持、群体协作和心理干预将成为灾难应急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今天的我们可以从伦敦地铁避难所的经验中汲取重要的教训，在面对外部危机时，如何通过情感支持和群体力量来维持社会稳定，如何通过有效的心理干预帮助个体和群体恢复信心，如何通过集体行为调节社会情绪。这些在战时得到验证的智慧，仍然对我们今天的社会管理至关重要。